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实力最弱的一个正统王朝。宋朝无法击败辽国，收复燕云16州，也无法击败金国，收复北方，更无法击败蒙元、辽、金、元三朝的民族彪悍，疆域辽阔。宋朝无法击败情有可原，但是宋朝连越国、大理、西夏三国都无法统一，这就成为了历史的笑柄了。而西夏以区区河西之地抗衡北宋145年，严重消耗了北宋的国力，加重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。实际上，北宋曾经出现过一次灭夏而统一河西的最佳机会，但是因为北宋皇帝和将领的无能，导致这次千载难遇的机遇很快就丧失了。这次机会出现于宋朝最强盛的早期，当时的皇帝正是宋太宗。那么为什么宋朝未能实现收复西北呢？我们从历史中来发现答案。881年，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因为平定黄巢起义有功，被赐姓为李，册封为定南军节度使，治夏州，统辖夏、隋、营、右、晋5州地区。从此西夏割据政权的前身就形成了。在五代时期，夏州以俯首称臣来换取自己独立的状态，从而得以延续。960年，北宋建立，夏州李氏也照例称臣。979年，北宋灭北汉，标志着五代十国的割据基本结束。随后，宋太宗开始对辽、越用兵，试图扩大统一的范围。982年，夏州主李继云去世，其子李继捧即位，但是李继云的弟弟李克文不服，于是请求宋朝干预。宋朝于是封李克文为全知夏州市，又准备派遣官员担任夏州知州，以实现对夏州的控制。李继捧见大势已去，于是直接上朝觐见，献上整个夏州地区。此时是北宋最接近实现统一夏州的一次机会。但是宋太宗太急了，他下令将夏州李氏全部迁徙到京城，再授予其他州的节度使一职。北宋在杯酒释兵权后，节度使早已沦为虚职，这样的行为引起了夏州李氏的不满。就在当年，李继捧的弟弟李继迁出走到阿拉善高原，走并漠北，安利世家，联络好友，卷甲重来。他联系西北的各党项贵族，形成了一股反宋集团。李继迁认为，想要立足西北，必须要得到根据地。他首先进攻经济富庶、地势险要的右州，但是没有成功。984年，李继迁进攻塞外的石亭镇经内蒙古乌审旗，俘获宋军万余人，取得了宋朝作战的第一次胜利。随后，李继迁自信心大涨，四面出击。而宋朝的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趁机偷袭李继迁的驻地，导致李继迁损失惨重，陷入了灭亡的边缘。第二年，李继迁又在党项族的支持下东山再起，在党项贵族的建议下，李继迁开始对银川的曹光实发动了进攻。李继迁诈降于曹光实，受降地点选在嘉卢川。曹光实中计，在嘉卢川被李继迁伏击歼灭。随后，李继迁攻陷了银川，又乘胜占据了惠州、三足寨。李继迁想沿无定河南下攻随州，但是遭到了宋朝4路大军的围攻，大败，再一次陷入了困境。这次李继迁和党项贵族都认为必须要寻求外援，于是李继迁和辽国结盟。他说：“吾不能克服大业，至兹丧败，兵单力弱，势不得安。北方耶律氏方强，吾将假其受助以为后图。”当时北宋和辽国正不断交战，宋朝屡次失败，双方矛盾尖锐。986年，李继迁派遣使者出使辽国，辽国册封李继迁为定南军节度使，双方还达成了通婚协议，于是夏辽联盟成立。在辽国的支持下，李继迁不断对宋朝发动进攻，宋朝军队屡次失败。988年，宋太宗采用宰相赵普以夷制夷的政策，重新启用李继捧为定南军节度使，以镇守银川。然而李继迁则一方面和北宋周旋，一方面加强和辽国的联系。990年，李继迁攻陷了夏州。辽国方面在徐河之战中被宋朝击败，于是辽国赶紧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，请求李继迁加大规模进攻宋朝。当然，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也收到了一些效果。991年，宋朝派遣大军援助夏州，李继迁担心自己兵力不足，又再次诈降，被赐名为了赵宝吉。不久，李继捧就夜袭李继迁，使其遭到重创，这是李继迁第3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。关键时刻，李继迁又请求辽国招降李继捧，李继捧果然心动，臣服于辽国。不久后，李继迁势力稍微恢复，就火并了李继捧。宋太宗见以夷制夷政策的失败，又开始采取经济封锁的政策。
宋朝采取的经济封锁主要是禁止向西北地区贩盐，以导致西北缺盐。但是李继迁在无盐的情况下不断侵扰关中，导致关中地区经济大乱。关陇地区的百姓在禁盐令下也无法得到食盐，也开始骚动起来，使得宋朝的西北不稳。无奈之下，宋太宗只好撤销了禁盐令，经济封锁宣告失败。996年，宋朝押送40万担粮草到西北，被李继迁截获，并围困灵州。宋朝派出5路大军救援，李继迁则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，导致宋朝5路大军疲于奔命，最终无功而返。宋朝的军事进攻失败，经济封锁也失效，严重打击了宋朝的信心。997年，宋太宗去世，宋真宗即位。宋真宗认为李继迁割据已经成为事实，无法改变，于是册封其为定南军节度使，享有5州之地。宋朝停止了进攻后，李继迁却加大了进攻。在999年，李继迁就进攻了延安、固原，并再次截获了宋军的粮草。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，李继迁的野心越来越大，开始有了入主中原的想法。他的步骤是西掠吐蕃剑马，北收回胡瑞兵，然后长驱南牧。1002年，李继迁又攻陷了战略重地灵州，并迁都于此。他试图以灵州作为据点，一旦中原大乱，就出兵关中，席卷北方。1000年，李继迁又攻陷了河西走廊，重镇西凉。正当李继迁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，吐蕃的藩罗之突然进攻李继迁，导致李继迁中箭身亡。之后是其子李德明即位。李德明改变了李继迁的扩张政策，转而和辽宋稳固关系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。1006年，李德明向宋朝求和，宋真宗也不想再战，于是双方达成了和平协定。之后，宋夏战争就停止了一段时间。从以上的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出宋朝失败的一些原因。首先，夏州李氏在西北地区经营已经有了上百年，其势力根深蒂固，得到了西北民族的支持。第二，夏州李氏和辽国结盟，得到了辽国的支持。从战争的过程来看，李继迁的3次重大危机都是在辽国的帮助下度过的，可见辽国的作用很大。第三，就是西北的民族十分彪悍，能征善战，李继迁本人也具有很强的军事能力，能够以弱胜强，转危为安。当然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宋朝的无能。宋太祖废除了节度使的实权后，就不断扩大禁军的规模，而地方军队基本是老弱病残的湘军组成，湘军的战斗力不如禁军，其待遇也比禁军差，因而没有战斗积极性。宋朝初期，西北的军队主要是湘军，在战斗力上难以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相结合，而宋太宗在治国上有一定成就，但是在军事上就是毫无作物。他在对辽、越的战争都是以失败告终。同时，宋朝以文官治国，大多数官员对军事一窍不通，在战场上应变能力差，也是宋朝屡战屡败的一大因素。宋朝为了加强集权，分散了军队的指挥权，造成了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的情况。在战争爆发后，宋朝中央会临时派遣将领去指挥军队，使得兵将之间的配合很差，而宋朝各将领、官员之间又是相互牵制，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。在胜利时候，宋朝的将领和官员会为了争夺功劳而相互扯皮，在失败时候，各官员又争相逃跑。这样的军事制度能够击败谁呢？